不仅仅代表了目的地本身，还包括了旅途上的一景一物、点点滴滴。一起走进古城，一探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骑着驴上山，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看大象。这里的人用动感与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互动，跟着当地人的欢呼，领略这里的足球精神。这里是杀人湖，也是捕鱼的好去处。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走一趟极境之旅。高大挺拔的背影，利落轻快的步伐，阳光飒爽的英姿。极境之旅迎来全新主持人孙正，他会走进哪个神秘的王国，亲身经历它的迷人之处。在迪拜机场等了7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前往约旦的首都安曼。这集的极境之旅要出发前往的是深藏沙漠中的神秘国度——约旦哈希姆王国，简称约旦。一个连接大海和沙漠的国家，约旦为东方和西方搭建了衔接古老和新时代文明的桥梁。从富饶多变的约旦峡谷到广阔宁静的红色沙漠，约旦拥有变化多样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位于亚洲西部，西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为邻，北与叙利亚接壤，东北与伊拉克交界，东南和南部与沙特阿拉伯相连。约旦基本上是个内陆国家。在神秘而纷争不断的中东，约旦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以悠久的历史、奇特的地貌、开放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经过了10多个小时的旅途，我们终于抵达了约旦的首都安曼。来到约旦，绝对不能错过约旦的第一大城和首都安曼。安曼是一个新旧融合的城市，有着充满对比的迷人风貌，极具现代感的建筑与传统商店和房子和谐交错。城市中处处可见到古老岁月的痕迹。最初因坐落在7个山头之上而有了7山之长的美誉。如今，安曼已跨越19座山丘，是一座不停扩展的迷人都市。我现在在安曼的城市中心，将去见一个新朋友穆哈曼，他会带我到处看一看这座古老的城市。穆哈曼 Aiden,，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You are welcome to Jordan. Welcome to Amman. 他们这边是没有红绿灯的是吗？安曼主要分为东部的旧城区和西部的新城区，而到访安曼的旅客绝对要到旧城区的市中心游览，因为这里可说是约旦人的民生汇集之地。Sugar cane. This is very popular in Singapore. Do a lot of people in Jordan like to drink it? It's popular in Jordan also. 这些甘蔗都是在约旦种植的，跟新加坡的甘蔗比起来细很多，所以我很好奇它到底味道是怎么样的。甘蔗水能够帮助你的关节痛、血液循环、神经紧张也有所帮助。So Aiden, how is the juice? I think it's great. 当然，甘蔗水肯定是甜的，但我觉得它跟新加坡比起来，反而更甜。在这个大热天、大太阳底下，能够喝到冰冷的甘蔗水，我觉得是极大的享受之一。约旦主要是沙漠气候，从5月到10月属于炎热干燥的季节，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而11月到4月之间则相对凉爽潮湿，气温可低于0摄氏度。
来到这里第一天，我发现这里的气候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适应的。早上、晚上走在路上很舒服，但是到了下午真的是大爆炸。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一天，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的手臂已经有2个不一样的颜色，而且我已经擦了很厚一层的防晒霜。除了碰上最炎热的夏天，孙正这一次也会赶上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古尔邦节，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哈芝节。而安曼的市中心就是当地人准备节日的购物天堂。Almond and nuts. Dates with inside almond and pistachio, everything. It's a nuts. 这是他们很受欢迎的一种甜点，好像我们准备新年一样，当地人也会来这样的店买需要煮菜用的香料，还有一些要给客人讲授的一些小茶点。和我们华人过年过节一样，约旦的穆斯林在古尔邦节前夕，除了会办应节货品，也会买新衣新鞋，准备热热闹闹的庆祝佳节。This one Yes. special for the sheikh. Sometimes my father he wears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This sure. one, Like the leader of the tribe. Yeah.哦 Yeah. ，OK。 go ahead, wear it. 店长突然叫我试穿这个，我有点受宠若惊。平时只能够做无名小卒，来到这里我做国王，可以吗？ And we have to wear also something else. We call it like the scarf kufiya. 其实每次看电视都是那些很重要的国家领袖才会穿成这个样子。这种有文化价值的衣服，真的是要有那种身份的人才能够穿啦。现在我们来这边只是试一下。漫步游览在市中心的古老街道上，旅客绝对不能错过品尝约旦的特色小吃库纳法。这道浸泡在糖浆中、外酥内软的芝士甜品，也是约旦的传统甜点，广受国民欢迎，任何宴席都不可或缺。第一口咬下去，它其实有点像面包，之后就觉得哇，好甜啊！刚刚马哈马跟我说，这里的人最多1个礼拜只会吃1次，有些人吃了这个之后就没有办法吃正餐了，因为它里面有 cheese。旧城区充满着浓厚的阿拉伯风土气息，但这里也保存很多古罗马帝国时代的遗迹。位于安曼下城区城堡山的山脚下，是这座建于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露天剧场。这个剧场能够容纳6000名观众。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歌星，你想在这里办演唱会是可以的，但是需要跟约旦的政府申请批准。以巨石砌成，这个露天剧场设有3层看台，而每个座位都能清楚地看到舞台上的表演。这里既是安曼的主要旅游景点，也是举办文化艺术等活动的重要场所。以前人也真的挺大胆的，现在如果有这么高的一个座位，肯定会有什么保护措施、栏杆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看这里，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这座剧场在修建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声学原理，所以不论坐在剧场何处，舞台上歌唱、朗诵、演讲的声音都可清楚地听到。登上城堡山，旅客就能从高处眺望这座壮观的剧场，也能感受到历史沉淀带来的震撼。城堡山是安曼的制高点，也是古代阿巴斯阿蒙王国的历史遗址。这边的建筑风味很特别，首先每一个屋子都长得差不多一样，但是好处就是从高处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么壮观的一面。安曼城市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里的建筑都采用当地开采的白石灰石建造，是政府为了美化城市建筑的措施之一。随着山势而搭建的乳白色房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典雅，所以安曼也被浪漫地称为白城。We are around 85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and we can see the all mountains of Amman from here. Amman was built on 7 hills. Is this one of the hills? Yes, sure. 这个城堡据说有1万多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居住，是全世界人类居住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地方之一。公元前11世纪，信奉太阳神的阿蒙人部落在城堡山上建立了阿巴斯阿蒙王国的首都阿蒙 （Amon）。
3000多年的历史中，这里曾经多次遭到外来的侵略，但在历史变迁中，城堡山始终都是城市的中心。The tallest columns over there, this is the Hercules temple. The front of the Hercules temple, it was Hercules' statue standing right there, but it fell down by the earthquake. 城堡山最显眼的建筑，莫过于古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赫拉克勒斯神庙。神庙的建筑因公元749年的地震而毁坏，所剩无几，但足可以想象得到，它曾经是多么雄伟。想当年，那个12米高的 Hercules 雕像，就是站在这里了。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雕像的手指，真的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已经能够把一个雕像弄得那么精致。也可想而知，如果能够看到它12米高的完整版，一定会是很壮观的一面。若想体验安曼的在地风情，到扎哈市集 Souk Jardah 走一趟，绝不会让你失望。这个热闹的露天市场每个星期五营业，是古董、艺术品、工艺品和纪念品的聚集地，也是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哇，他的手真的要很轻巧哎。How long have you been doing this? About 30 years. 30 years? Wow. 在古尔邦节前夕拜访这个市集，除了能找到约旦的传统街头小吃，也能找到约旦的应节糕点。其实世界各地习俗都很相像。我们新加坡吃黄梨酥、黄梨塔，这边的话就吃红枣做的小糕点。这个吃起来很有趣，外面的那层它讲是面粉做的，但我相信他们也加了一点点 cinnamon， 所以有点在吃 cinnamon roll 的那种感觉，再加上红枣泥的甜味，别有一番风味。这里的人真的很友善，也特别欢迎旅客啊！他们又送我吃这一个，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能在他们的大节日之前赶到安曼，跟当地人一起享受节日的欢快，还有节日的气氛，真的特别好。这么多羊棚，我是不敢坐在上面，我怕被飞出去。我是一个很脆弱的新加坡人。极境之旅来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王国约旦，主持人孙正体验了安曼在地生活的情调，窥探阿拉伯人的庶民文化。第一口咬下去，它其实有点像面包，之后就觉得哇，好甜啊！约旦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国王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哈希姆家族之后裔，而90%以上的约旦人都信奉伊斯兰教。虽然如此，安曼是中东地区少数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他少数信仰无明显冲突而得以共处之地。古尔邦节当天，许多穆斯林都会到清真寺去祈祷。趁着信徒祈祷结束之后，穆罕默带着孙正拜访安曼市中心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拉国王清真寺。Look to the decoration for the dome. Really, it's very beautiful and incredible. So that's one reason why, even though it was built quite recentl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 guess, a landmark destination. When you come to Jordan, people want to visit here. Yeah, yes. 建于1989年，用了7年的时间，以及花费1600万新币打造的阿卜杜拉国王清真寺，是安曼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华丽的马赛克图案覆盖在蓝色的圆屋顶上，使清真寺在一片白色建筑中显得非常耀眼。Today, because it's Eid, will there be any special celebrations or ceremonies over here? Yeah, actually, they will do the prayer in the morning for Al-Eid, and it will be for like a half an hour,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ey will come to do it in the mosque. 已故国王侯赛因为了纪念他的祖父而建造了这座独特的蓝色圆顶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内部可容纳多达7000名信徒，而这座清真寺也是皇室来祈祷的地方。
么多羊棚。除了到清真寺祈祷，穆斯林在古尔邦节期间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古尔邦宰牲祭祀。我现在处的市场其实是整个阿曼城市最大的之一，很多家庭都会来到这里选一只羊，举行宰羊仪式。这个期间就有约80个畜牧市场分布在安曼城市的不同角落，信徒们会到这些市场宰牲献祭，并把肉品和亲朋好友和穷人分享。整个宰羊的过程是非常神圣的，所以除了穆斯林信仰的人，之外，其实是不能观看的。Usually for this kind of ritual ceremony, do they bring the whole family here? No. Just maybe the father will be coming here and choose the sheep and sacrifice that one and take the meat to the home and share it to another people. 古尔邦节是关乎慈悲施予、分享财富以及纪念祈福的节日。在宰牲献祭之后，穆斯林就会怀着感恩的心拜访亲朋好友，休闲聚餐。我觉得能够在这种宗教气氛非常浓郁的氛围里面见证这样的东西，是我目前以来阿曼之旅最难忘的一幕吧。我们刚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穆罕默德突然叫停，然后说：“哎，我们应该来这家店吃点东西。”他说这个店已经是一个老字号，然后是家喻户晓，就叫做 Saladin Bakery。他说很多当地人会来这里吃早餐或者午餐。你看，面包，它的面包是当场烤的。没错，如果来到安曼，绝对不要错过这家传统的面包店。这里不仅是全安曼最古老的面包店之一，据说他们也制作出城里最美味的芝麻面包三明治。因为被炭烤过，所以这个鸡蛋颜色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比普通的鸡蛋颜色更深一点。有点像我们的茶叶蛋的那种感觉。 So it's very famous here to eat these sandwiches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put some of the cucumber, they put some of the cheese, and some of the thyme and salt also. It's really nice and delicious, and we have to try one, right? Yeah, for sure. 这个芝麻面包三明治是约旦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之一，周围都能看到民众大口大口地咬着香脆的芝麻面包，吃得津津有味。 这边人真的很随性，他就直接进去那里，拿了一块面包，然后就开始在这里做，然后里面的店员也是非常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是因为这家面包店让你随心所欲地添加你想要的材料，不管是芝士、酱料、盐或香料，都可以自由添加，只是不要忘了到柜台结账。虽然看起来外表就是简单的一个三文治，但其实它的 flavor profile 还是挺有层次感的，芝麻香很重，然后当然也有很浓郁的鸡蛋的味道，跟我们新加坡的那种 egg mayo sandwich 很接近，但是又加了一点中东的风味在里面吧。约旦拥有的不仅仅是历史遗迹和美食，它也隐藏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景观。今天，孙正将会以一个独特的方式去体验约旦的大自然。 Hi, Nader, Aiden. nice to meet you. Aiden here. I welcome Aiden. Today we're going to Wadi Aya. It's amazing area with a full adventure, and we have to clean first, and then we continue with the adventure. With the great people comes in different country. 迫不及待，走，出发！夏季正是享受约旦河谷和隐秘瀑布的最佳季节。 他们今天要前往离安曼约90公里的峡谷瓦迪阿亚，去清洁环境和徒步探险。从安曼市中心出发，需要大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So how did this whole eco hiker idea come about? Comes this idea from my mind while I'm hiki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When I'm hiking, I saw that amazing are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a lot of trash. If there's a lot of trash, why they bring these people to clean these th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visit it, and we can do two things in the same time. 他创办这个组织的初心真的是很纯粹的，他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一个很美的约旦，在探索大自然的同时，也能够为 Mother Earth 尽一份力，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I need everyone from you guys. You can take 2 or 3 bags, and we need to clean this area. 这是我们今天的工具，一双手套，这种应该是 heavy duty 的，比我们那个卖榴莲的还厉害。自2018年创办以来，Nader 就得到很好的回响。如今，他和团队每个月会举办1、2次的活动，鼓励旅客和约旦人在享受大自然的当儿，也能够帮忙清洁和美化环境。Where do you think most of this trash comes from? There's some people comes like for the wadis, wadi in the summer, and we leave the trash everywhere here before we start to go down. 你看石头下面都很多塑料，估计已经在这里很久很久了。哇，好多玻璃碎片！这么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收集到了5、6大袋。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已经装满1卡车的垃圾。不过，Nader不希望参加活动的成员只专注于捡垃圾，而忘了大自然的美。所以捡完垃圾之后，就是开启旅程的第2阶段，进入峡谷，展开生态冒险的刺激之旅。可是要到达峡谷的入口处，就必须乘搭这辆越野卡车。那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下坡走。We go down there. You see there? This is the water, the things down 哦 there. 哇哦！大家看一下这个峡谷，它到底有多深？其实有点怕人，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安全带。制作组万万没想到，要进入峡谷，路程竟然如此颠簸。我懂，我已经在抓住了，我是有点恐高的。然后从这边看下去，那个峡谷至少有几百米深吧。我随时都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从车飞出去。我是不敢坐在上面，我怕被飞出去。我是一个很脆弱的新加坡人。又巨高又会晕车的孙正，还会在这趟峡谷探险之旅遇到哪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呢？第一个滑梯我已经觉得很可怕了，他跟我说第2个滑梯长达18米。约旦的首都安曼是个充满对比风貌的迷人城市，旅客可以选择追寻历史和传统，或走进大自然，体验徒步探险的刺激感。我随时都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从车飞出去。经过了20分钟的颠簸车程，孙正终于抵达峡谷徒步路线的入口处。So what are we going to experience here? We go to do jumping now. We're actually going to jump in. Yeah, jump in the water. 这就是峡谷给予所有旅客的欢迎仪式。不过，我们的主持人孙正好像不是太兴奋。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特别不喜欢身体上实施的，但是人都来了，肯定是要尝试一下的。极境之旅。哇，好冷啊！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化妆呢？这是 Nader， 他在上个礼拜刚刚结婚，这次是第1次带他的老婆出来做这个 Eagle Hike， 所以一定要让他老婆体验100%的经验。Ready？ 其实这条长达4公里的徒步路线难度并不高，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参与。但如果你也想寻求刺激感，这个峡谷也能让你在途中挑战不同高度的悬崖跳水、高空滑索等刺激有趣的活动。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很好，就算是完全的陌生人，但是出来一起，然后都是为互相打气嘛。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妹妹，她们可能比较害怕一些，或者是一些妈妈，她们都不敢跳。可是跳下去的时候，全族人都在那边为她们鼓掌、加油打气。
要认识一个国家，以徒步探险的方式，让风景在你面前慢慢展开，绝对是最好的方式之一。您在约旦的大自然里面，它真的是会让你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你会觉得人真的很小，人的一生也很短，所以要尽量花时间去多走走、多看看、多体验一下这个非常庞大的世界。再前往峡谷的深处走，景色就越雄伟壮丽。但迎面而来的挑战，也让恐高的孙正越来越有压力。Okay, so let me get it straight. It's a super steep slide that goes down into one pool, and then I have to swim,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slide, and then big pool. big pool. 这个就是挑战我恐高的时候了，至少有6-7米吧，可能还更长一点。这个我第一个滑梯我已经觉得很可怕了，他跟我说第二个滑梯长达18米。其实 Nada 的意思是说，这2个天然滑梯的总长度是18米。孙正，这个应该不会太可怕吧？哇，好痛啊！这些自然形成的岩石滑道，让追求快感的旅客可以用快速刺激的方式滑进天然的泳池中，在这炎热的夏天里，瞬间达到消暑的效果。这是第2个瀑布，下面有一个大池塘。我刚才看到把他们推下去。哇，爽！完成了18米滑梯的大挑战，现在我们来到人间天堂，峡谷中间被太阳照亮。How was it? I think it was very magical. Yeah. I mean, all these are natural formations, right? We're just going with what the God creates. The most special thing is that I don't think that we would be able to experience this if a local didn't introduce it to us. Like,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find on TripAdvisor, you know? Yeah. 每次有一些觉得自己克服不了的东西，我心里就会想，它顶多就是几秒钟的事嘛，你就把眼睛闭上，这样跳下去就行了。一定是你！害怕归害怕，我觉得来到这种地方，一定要挑战自己，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样的话才会值得。1, 2, 3 and jump. 瓦迪阿亚就是约旦的天然水上乐园，让到访的旅客既能徒步，又能参与水上障碍赛，以新颖独特的方式体验约旦峡谷的绝佳魅力。我们今天晚上原本是打算休息的，但是在刚才的Eagle Hike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说要带我们到处看看。他要带我们去看的是阿曼城市的老城区，但是经过几轮的翻新之后，听说现在也变成了阿曼城市最嬉皮士的地方，可能就有点像新加坡的中巴鲁吧。很期待，想看一看。这边跟我们之前去过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因为可以看得出来，真的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大晚上在这里溜达。哎，他到了 ，Good to see you again. See you too. Why do you pick this place? Well, I live here, first of all, and it's one of the nicest neighborhoods, at least to me. 位于安曼最古老的街区之一 Jebel El Webdey 社区是个富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时髦区域，近年来迅速成为当地人和游客必去打卡的地方之一。就有点像新加坡的 Telok Ayer 一样，每一个餐馆都排满了人，然后除了餐馆以外，还有一些 lifestyle shops， 让整个地方变得更有自己的味道。It's progressive, full of art, full of energy, and you can see like people from every part of society really comes here to enjoy their time in a cafe, in a bar, to hang out, just to do anything. 这个文青圣地非常适合以步行探索，细心体会这个社区之美。
不论是穿梭在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之中，或是在弥漫着咖啡香气的巷子里，享受一杯清凉的饮料和细细的凉风，你都能感受到这社区散发出来的优雅和特色。我们来到阿布达拉公寓上面的屋顶，哇，你看，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Thanks for bringing us up here. This is an amazing view. Well,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spots to relax. I can understand why. And because we're on a hill, so we can see a lot of mosques. Now they're going to start to recite the call, and we're going to hear the echo from all the mosques around us. And I think it's a spiritual experience. It's like the echo, and even if you're not a believer in Islam, it's still the sound and how it resonates. It gives a special kind of comfort. 我觉得，就如阿卜杜拉说的，这种体验它是在灵魂层次上的，也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心，还有自己的脑子静下来的一段时间吧。就让我很想把眼睛闭上，很安静的沉浸在这整个气氛当中。How many people are supposed to eat this? Five. Five? No way! No, no. 很明显，我的功力没有他的高。极境之旅把主持人孙正带到约旦的峡谷内，体验天然的水上乐园。哇，爽！除了别具魅力的自然景观，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古迹处处皆是。距离约旦首都安曼约30公里的小城市萨尔特，是从安曼出发的最佳一日游景点之一。萨尔特在2021年被列为世界遗产，是约旦第一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我们来到离安曼城市45分钟车程的 Assault。Hi. Hi. Aiden, nice to meet you. Sam, nice to meet you too. The first thing that jumps out at me is actually the buildings. They look a bit more yellow. Yes, sure. Actually, the salt is famous in yellow limestone. That they get these stones from one of the three main mountains from the Salt City. It's called the Salalim Mountain. That means is it the mountains of stairs. 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数百座历史悠久的黄石灰岩的公共建筑和家庭住宅，可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Now we will check the museum for the Salt City. Also, is it the biggest building from yellow limestone? When was this building built? Actually, in 1892. 其实，在05年的时候，这里还住着10户人家，但是政府就觉得，这栋楼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特别高，结果就买了过来，然后改造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博物馆。建在约旦中西部地区的3座山丘之上，萨尔特是东部沙漠和西部地区之间重要的贸易纽带。So is this one of the major shopping streets here in Assault? Actually, yes, is it was and still is it called the Hammam Street. This street was built in 1888.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60年里，来自那不鲁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商人来到这里定居。他们通过贸易、银行和农业致富，推动了当地的繁荣。城市独特的地形使居民培养了强烈的社区感，相互连接的阶梯、共享的庭院和公共广场，造就了一个拥有包容性、多信仰的社区。而这座城市最古老的教堂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This church was built in 1682. The story of this church is the cave right there. Is that we call it the Wish's Cave.
建于1682年的圣乔治教堂，也被穆斯林称为 Al-Aqsa 东正教教堂。它最独特之处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都能来这里朝拜和祈祷。这种宗教之间的和谐就是萨尔特独有的特色，而这里的居民也保存了热情好客的传统。因此，萨尔特也被称之为包容之地与好客之城。The local community, they cooked for us today. So is one of the special dishes that we are doing here in the salt is called mansaf. Wow, this house is so pretty. Hi, nice to meet you, Aiden. So it's Aden, it's Muhammad, she's the owner and she's the cooker. Is this where they entertain the guests? Yes, surely. The guest, he should si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t here. So I'm gonna sit here? Have a seat here. Yes, you are welcome. Wow. 这个是 Is it for the 贵宾 special treatment. guest? 在约旦，邀请客人喝杯浓郁的阿拉伯咖啡是他们传统的待客方式。She should put the little amount inside the cup. That means you are welcome. If she's make it fall off, she's falling. That means you are not welcome. This is not your home, so go out. 那我来尝试一下这里的待客咖啡。What is this spice that I'm tasting? It's cardamom. Cardamom. A lot of cardamom inside. When you finish it, when you finish the cup, there's no coffee. If you want more, do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Yes. Oh. If you finished, shake it. That you didn't want. So I should do this. Yes. Right. Good. 除了咖啡，在约旦的待客传统中，他们也会为客人宰羊，制作曼萨夫，一道被誉为约旦国菜的酸奶羊肉饭。So for mansaf, we made it from the goat yogurt and also with meat from also goats. But it seems very heavy based on what you described, right? It's goat's yogurt and then Yes. goat's meat. It's not that heavy. You need your stomach should be strong. 我现在已经肚子很饿了，迫不及待想试一下。我想，为什么它拌饭要放这样久？快点把那个肉放上去。So much rice. How many people are supposed to eat this? 5. 5? 4, 5. No, This- you want no. For No this one, way. it's very No, big. no. It's 7 and 8. Even For me, I will eat the half. بفكر بياكلوا 4. No way. This is for 5 people. 他在试吃。So does it pass the test? So it's good. Yes, very good. Cheers. So which part of the goat is this? Is it important when you cook this dish? No, it's okay. So any we part eat, of the goat? We eat it all. You eat it all. 那个肉拿出来，我已经可以闻到一个很浓郁的 This one is the 羊 hand. 香味。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朋友们，لا مش لا من لحم الأضحية. 约旦就是你们的天堂。曼萨夫就是大盘子的意思，在一大盘以姜黄和黄油绘制出来的米饭上铺上煮好的大块羊肉，再撒上一把金黄的杏仁，香醇无比的佳肴就可以准备上桌了。Oh, I have the honors. It's heavy. Yes, it is. Be 我们 careful. 上菜喽！ Be careful. 这道菜的特别之处在于浇在饭上的酸奶汤汁，使用羊奶加盐发酵形成的酸奶与羊肉一起入锅炖煮，就能得到这锅奶白色并微微泛黄的酸奶汤。 We put your finger like this. It's very hot. So you can take your meat and put it on it. OK，肉。 And put it like this. And by your hand, like this. Catch it. Oh, but it's so hot. Do you see how it's been like? It's been like a ball. 哇， There you go. 很明显我的功力没有他的高。你看，我怎么捏不出一个 ？And then like that. أيوه. 杏仁的口感加上这个羊肉浓烈的味道，我觉得这个配搭真的很好吃。It's very good. 这道看起来简单的佳肴，从宰羊到制作酸奶汤汁，就需要花上数小时之久。所以为客人端上一盘热腾腾的曼萨夫，就是主人翁最具诚意的表达。
告别了安曼和萨尔特热情的招待后，孙正启程往约旦的南部前行。他的第一站就来到了首都安曼以南30公里、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马德巴。这里是约旦基督徒的重要聚集地，也是世界上马赛克制品种类最多的城市。我们来到了马德巴市，这里拥有约旦马赛克之城的美誉。在这里的教堂还有建筑里面，可以找到从第5到第7世纪拜占庭时期留下来的马赛克艺术品。在拜占庭时期，马德巴成了地区主教所在地。而就在6世纪，马赛克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所以成百上千幅描绘宗教事件和人物的马赛克镶嵌画散落在马德巴的教堂和民宅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圣乔治教堂里的中东地图。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第6世纪就完成的中东地图。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原先的1/4。但仅仅这1/4已经用了2万多块小石头才能组成我们见到的马赛克图案。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城墙围住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然后上面有一个海域，那就是死海。当然，流向死海的就是约旦河。其实整个教堂它更像是一个马赛克博物馆，他们收集了各个世纪留下来非常精致的马赛克艺术品。马德巴在公元749年被地震摧毁，被夷为平地，直到1880年才再次有人在遗址定居。圣乔治教堂就在1896年被发现而重建。教堂地板上的马赛克中东地图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中东地图，是一件名副其实的稀世珍宝。我们来到马德巴的马赛克工作坊，来了解这个传统艺术到底有多复杂。约旦高山河谷为主的地形，也为这门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石块原料，使马赛克艺术在这地区不断兴盛。If you wander around, not only in Madaba, but in different parts of Jordan, you will come to notice that nearly everybody wanted a mosaic in their homes, be it for a religious purpose, be it for a social, economical status to show that you are capable of buying something as expensive as a mosaic. That's how important mosaic used to be. 随着时代发展，马赛克艺术的题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各类花纹图案、飞禽走兽也成了马赛克绘画常用的主题，演变成为一种装饰艺术。Over here is a development or an evolution on mosaic making. This is what we like to call micro mosaics. This is so detailed. It's very, very intricate, and you need a lot of patience, of course, and dedication for it. 一个纸张大小的马赛克，这是迷你马赛克图案，可能需要一个人花2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Have a seat, please. I can sit on this. Of course you can. How do you feel? I feel in a precarious position because I'm sitting on a piece of art. Don't worry, I mean it's meant to be like this. 除了马赛克镶嵌画之外，带有马赛克装饰的家具，如桌椅和吊灯，近年来也渐渐成为马赛克艺术爱好者们的新宠。印尼的富豪在10天前刚刚把这个艺术品买回家。简简单单一个桌子的桌面嘛，其实他花了3个资深的工匠5个月的时间才能拼成。Take a look at this. It hasn't been lacquered. There's no layer of varnish on it. All you need is just a splash of water. The color deepens and it comes back to life. 今天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原来石头也需要喝水。登上离马德巴城市10公里的尼泊山，孙正站在约旦最令人崇敬的圣地遗迹。这里是尼泊山的山顶，在我身后就可以看到摩西看到的景象。这里有死海、约旦河，然后彼岸对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据圣经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在旷野流浪了40年，最后来到了尼泊山。在这里，摩西终于看到了上帝所给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眺望着同样的景色，孙正满怀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神秘而有魅力的约旦哈希姆王国会给他带来哪些惊喜呢？它真的好大好高啊！瓦蒂伦被大家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这个真的太震撼了。海水据说是世界上最咸的海，果然名不虚传，真的好咸好咸啊！